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藏经阁，我是酋长。今天咱们继续讲双一。最近双一在学校里出了名，有人传言他又是拾金不昧，又是扶老奶奶过马路，还参加了棒球比赛取得了好成绩。更有一个大消息，据说双一还是温子仁的表弟，大家纷纷围了过来，想找双一要他表哥的签名。双一嘴上说很难办，心里美滋滋，还琢磨着就弄一张，到时候让他们争个头破血流。双一很享受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，然而他最喜欢的小绿却对他爱搭不理。原来人家是有心上人的，那个人叫小帅，是一棵翡翠的班草。双一很嫉妒，通过诅咒让小帅肚子疼，害他住了院。这下倒给了小绿探班的机会。小绿有点腼腆，犹豫着到底要不要去看望小帅。女孩嘛，还是要矜持一下的。但是青春期的躁动还是让小绿走进了医院。谁知班上另一个女同学小圆早已捷足先登。你看，遇到喜欢的人一定要主动，不然你也不知道他是个大猪蹄子呀。小帅跟小绿闲聊，说肚子不疼了，很快就能出院，还聊到关于双一的事情。据说双一救了个差点被车撞倒的孩子，现在已经成了全校的英雄。小绿也是纳闷，怎么一个往日平平无奇的家伙，最近突然变成了口碑暴发户了呢？这天小绿刚打扫完卫生，转角遇到爱转角遇见了谁？是否有爱情的美？爱转角以后的街，能不能由我来陪？小绿发现双一正在偷偷散播谣言。原来关于双一的那些谣言全都是他自己散播出去的，再加上还会点小法术，班上的同学就信以为真了。他们还戏称小绿真是美人配英雄啊！小绿感觉自己的人格受到玷污，当众揭发了双一，大家开始纷纷质疑。双一说：“你看我不是还有签名吗？”至此之后，双一名誉扫地，关于谣言的事情貌似告一段落。但没过几天，班上发生了一件怪事，黑板上不知是谁贴了一张海报，海报上有一个诡异的女人，这个女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时尚模特渊小姐。其实关于她有一个单独的故事，讲的是一个小编剧，由于作品拿了奖，他的导演准备找一些有点名气的演员来面试的有2个人，一个是傻白甜，一个是渊。编剧之前就在杂志上见过这个渊小姐，曾经被她的容颜吓得好几天都做噩梦，所以不想用这个人。导演却说：“你知道邦尼·阿伦斯吗？最早他被嫌弃，说根本不适合当演员，谁知人家凭借《招魂》里鬼修女一角迅速出名了呢。”编剧拗不过导演，也就同意了。但接下来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他们整个剧组，包括那个傻白甜，在一次外出拍摄的时候，竟然一个个都被渊吃掉了。我觉得伊藤润二设计渊这个角色，其实是想表达人类对绝望的恐惧。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？半夜突然醒来，然后意识到自己某天一定会死去，带着不甘离开这个温暖的世界，那种感觉真的很绝望。而渊就是那种黑暗中冰冷的象征。班上的同学出于恐惧把海报撕了。随后传来消息，有几个同学放学回家遇到了渊，差点被吃掉。还有传言说镇子上有个叫少女之渊的地方，只要去那里泡一泡，就能变成肤白貌美大长腿。流言越传越邪乎，老师不得不出面辟谣，告诉大家要相信科学，明辨是非。还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，就是小帅同学出院了。小帅依然是班上的明星，姐妹们一边看他踢球一边闲聊，说你们知道吗？最近小圆去泡少女之渊了，你瞅她不但人变得更漂亮，貌似跟小帅的关系也越来越近了呢。小绿一听这话，觉得自己再不把握机会，白马王子就变成了女儿国的唐僧了。不行，得赶紧行动。他偷偷的来到少女之渊，脱掉外衣，不管沼泽有多脏，他还是勇敢的走了进去。女孩啊，为了变美，真是做什么都可以。万万没想到，此时双一出现了。手里还拿着一个照相机在拍照，一边拍一边说：“哈哈哈，你终于上当了！那些关于渊的留言都是我编造的，你这个虚荣的家伙，我一定要让你也体验下身败名裂的感觉。”谁知双一正在嘚瑟的时候，突然阴风阵阵，天上的乌鸦开始乱飞，在那一片黑暗的沼泽中，渊缓缓地钻了出来，流言竟变成了现实。小绿趁机逃跑，而双一却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再也站不起来了。多年之后，有一个叫光一的小孩，他们镇子上来了一个开鬼屋的，老板宣传很到位，吸引了很多人来玩。可是鬼屋就是一个破房子改造的，而且票价高昂，大家很不满意。老板却说鬼屋包熟，不熟不要钱。一个大胆的村民决定试一试，没想到看上去是个男人，
连30秒都没撑过，就吓得跑了出来。自此之后，鬼屋的名气大涨，但是玩过的人一个个变得神经兮兮的，这引起了当地警察的注意。光一和小伙伴也想去玩，但无奈囊中羞涩，只能晚上在屋子外面听听里面恐怖的声音来过过而已。我说这俩熊孩子也够胆肥的。老板发现了他们，并说看你们2个像个壮士，就送你们免费门票。两人欣喜若狂。可是进去之后，却发现很普通嘛，破烂的房间陈列着一些粗制滥造的木偶，根本不值票价啊！没想到最后一个人头竟然是真人扮的。他说他是老板的姐姐，里面还有老板的爸爸妈妈，这是一家子开的鬼屋。他们继续往前走，看见了钉在十字架上的猥琐男。猥琐男告诉他们不要再继续往前走了，因为前面笼子里关着的是老板的儿子，是一个极其残忍的小孩。猥琐男还说自己是老板的哥哥，他们全家都被老板用巫术控制着，祈求帮他逃出去。2个小屁孩没有理会哥哥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看见了恐怖的一幕。小孩那满口的龅牙下，竟然是警察的尸体，他们吓得赶紧要逃，小伙伴却被小孩抓住了脚。光一在一顿咔哧咔哧的声响中，终于逃了出去。没想到身后一颗钢钉正中菊花，没错，那个老板就是长大后的双一。鬼屋里全都是他的家人，双一在背后紧追不舍，迎面竟然出现了一个高大的女人。在转角遇见了谁，是否不让你流泪？也许陌生到了解，让我来当你的谁。原来后来2人结了婚，他们还生了个孩子，名叫敏三。双一因为害怕冤小姐，就带着孩子和全家跑了。这下终于被冤逮了个正着。接下来双一的表姐陆菜登场了。他小时候和哥哥经常来双一家玩，长大后依然记得这份童年回忆。然而双一的全家却离奇失踪了，他发誓要找到他们。在他借住的民宿里，他发现了一个和双一一样口吐钢钉的小孩。孩子的妈妈说他之前不这样，自从去过一个鬼屋后，就变得越来越乖僻。陆菜查看报纸，发现全国出现了很多这样的小孩。他根据此线索找到了鬼屋。双一一眼就认出了陆菜，并警告不要打扰他统一全日本的计划，还要让哥哥公一抓他喂敏三。此时的公一完全成了双一的走狗。之前看到双一拿皮鞭抽打公一的时候，我终于受不了了。难道你忘了吗？小时候哥哥是如何爱护你的了吗？双一怎么变成了这样？你还是大家心中的小可爱吗？陆菜被公一掐住脖子，他喃喃地说道：在这10年里，我一直在找你们，我不会忘记小时候那年我们一起吃西瓜，一起去游泳，一起打牌，一起在森林里跑来跑去。对我而言，那些是我生命中无可取代的回忆，所以大家请变回以前的样子。公一和妹妹沙游离被陆菜的回忆杀感动得泪流满面，终于摆脱了双一的诅咒，翻身农奴把歌唱一脚踢翻了笼子。逃出来的敏三张口咬住了双一，吓得双一不停地奔跑。只见眼前一双丝足诱惑，爱转角遇。接下来渊毫不客气地张开了血盆大嘴。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？没想到双一突然翻身醒了过来，原来这都是他的一场春秋大梦。他来到院子里，公一、沙有里和陆菜他们正在打球，完了还一起吃西瓜。他们还是曾经的他们，双一还是曾经的双一。看到这里，我才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我就说嘛，伊藤润二不可能把双一变成大恶人的。好了，双一的故事到这里终于结束了。也不知道这期视频做的这么长，大家能不能看到这里？看到这里的同学可以打个1，如果播放量不好的话，那之后还是尽量做的精简些吧。最后，跪求大家多多转发、评论、点赞，没关注的小伙伴记得点下关注哦。咱们下期来讲至死不渝的爱。十字路口美少年究竟是谁？少女们为何纷纷找陌生人算命？算命的结果又是如何？下期为你揭晓，敬请期待。拜了个拜。